好，今天的主题是多伦多房地产市场的动感过山车和劫后余生。看我们视频频道的朋友们，基本都是房地产投资人。不过最近大家的心气儿好像都不太高，一波波加息，房价做了过山车似的上去又下来，再上去又下来。我们对未来的房地产市场应该有信心吗？以及 Norman 啊，你来给我讲点实惠的。我们在现在的市场里是该买还是该卖呢？有什么样的机会？今天就来聊聊这些问题。今天具体讲点啥呢？先跟大家聊聊最近的房地产市场发生了什么，然后结合我的判断给大家分析一下现在的市场买 house 好还是买 condo 好，买楼花好还是买现房好。之后跟大家聊聊市场上有什么好的楼花项目。回答上面几个问题之前，我先带大家看一看最近2年的房地产市场发生了什么。大家可以看这张图主要看蓝线就可以了。这个是显示了 GTA 过去一段时间内多伦多房价的变动。首先是22年初涨了一大波，然后又掉下来，这是一个过山车。21年到22年初，最开始为什么价格会涨上去呢？是因为当时的利息实在是太低了，而且政府似乎承诺会维持在比较低的利息比较长的时间，同时通货膨胀又比较严重，大家手里有很多钱，不知道该干啥，所以很多人就选择去买房子了，一下把房价拖上来了。22年中为什么房价又掉下来了呢？主要原因是加拿大政府开启了一大波加息，自己打了自己的脸。加息来了，大家在不增加收入的情况下，可以负担的月供数额是没有变化的，所以利息上去了，大家能撬动的贷款额度就下来了，大家能贷款的额度下来了，房价也就跟着跌了。23年又来了一波小的过山车，为什么23年初会有这一波上涨呢？是因为利息感觉加不动了，政府央行的口径风向也是加息差不多到头了，央行的嘴骗人的鬼啊！如果人们觉得当利息不增加了，延迟买房的一批人就又跳出来继续买房了，所以23年人们错误地判断了市场的利息变动，上了车，房价又开始涨了。事实上23年这个第二个小的过山车是不应该存在的，应该只有22年的第一个过山车。23年涨上去之后，为什么又掉下来了呢？原因是大家以为央行不加息了，所以又开始入市买房子了，但央行这个时候杀了个回马枪，又开始继续加息，市场呢又慌了，所以涨了又跌下来了。房地产市场的涨价和跌价并不是非常严谨的数学，最重要的影响过去2年行情的因素实际上是利率的变动，人们可以负担的月供是基本稳定的，利率涨跌调控着人们可以负担的贷款金额，从而影响了房价。利率对房价的影响属于外部因素，类似的，国家可以调整利率来影响房价，其实也可以通过印钱来改变房价。理论上讲，如果加拿大政府宣布明天开始加印100%的钱，那么第二天加拿大的房子的价格理论上讲也是应该 double 的。所以如果外部因素不大幅度波动，也就是利率维持稳定，货币供给呢也匹配通货膨胀稳定增加，房价会受什么影响？答案是房价本身的价格就会回到经济学的最本质内部影响因素 supply and demand 供给和需求，这个时候就变成物以稀为贵了，也许是买家更稀有，也许是房源更稀有。多伦多房子的供需关系是如何的呢？答案是严重的供给不足。这个问题我也在视频里面很多次的回答过了。加拿大是这期国家人均拥有住房最少的国家，这期差不多是每1000人有480套房，加拿大大约是每1000人有440套房，安省只有不到每1000人420套房，而大多伦多地区根据2016年的数据是每1000人有365套房。2016年到今天为止， GTA 的房屋供给是更平衡了呢，还是更恶劣了呢？这个我往期视频也讲过，答案是更恶劣了。2016年到今年间 GTA 人口增长了 61.5 万，结果只盖了 19.9 万套房，这个期间建房的数量是每1000人323套，少于16年的每1000人365套的标准，等于把住房的平均拥有量又往下拉了一波。22年这一年建房的数量是每1000人只有192套，属于严重拖后腿的年份。供给不足，这中间最重要的影响因素还是人来的太多了。
没有匹配足够的支持这批新移民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住房。自由党领导下的加拿大22年移民了50万人，其中多伦多的人口就上涨了超过15万。所以现阶段房屋供给和需求的关系是非常崩溃的，房子数量完全无法满足人口的上涨。多伦多事实上已经处在严重的住房危机中了，这也是为什么街上会有没地方住的难民，而 Olivia Chow 也在非常抓狂的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住房严重供给不足，那为什么多伦多地产市场并不是特别景气呢？这是因为可能进一步上涨的高利息成了暂时把房价按住的那个利空因素。事实上，除了利率高以及还有可能继续涨这个因素之外，我能想到的所有利息的以外的因素都是支持房价上涨的利多因素，而不是利空因素。如果利率是唯一的利空因素，那么当利率不涨了的时候，房价就必然开始上涨。今年年初就是这样的模式，大家感觉利率不涨了，就开始入场了，都不需要利率真的开始下降了，房价就开始回升。当利率开始下跌的时候，利率会加入利多因素，成为支持房价上涨的因素之一。那么利率什么时候会到顶呢？这是个肉食者谋之的问题，不是我等草民可以决定的。这甚至还关系到跟隔壁邻居美国的博弈。美国不停止加息，加拿大其实很难单独决定停止加息。对这个问题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猜测，大家也可以把自己的猜测留在评论区，就是你觉得利率什么时候到顶？我个人觉得大概率会是今年的下半年利率会到顶。如果这个判断是对的，那么明年春天极有可能是房价开始反弹的一个时间。我们如果知道房价会在利息不涨了之后开始涨，那么要做什么可以让我们在房地产市场收取到最大的利益呢？我的房子是该买还是该卖呢？回答这个问题需要知道另外2个问题的答案。第一，我们要知道什么时候利息开始见顶甚至反转，那个时候的房价大概率也会开始反转。第二，我们应该知道怎么样可以坚持到房价开涨的那一天，在开涨之前不要爆仓。想要买房的朋友，在开涨之前尽量把房子买在价格相对低的位置。想要卖房的朋友，尽量坚持到房价开涨再开始卖，不要倒在黎明前提前割肉。第一个问题，大家都有自己的猜测，我的猜测告诉大家了。我觉得今年下半年利率大概率会见顶，明年利率可能会开始下降，房价也会开始反弹。这次的反弹呢，我猜不太容易是另一个过山车了。第二个问题，怎么坚持到黎明？这个问题呢，我会分几个核心的问题，在下面的 slides 里面跟大家具体的讲到。回答大家的第一个问题，是买 condo 好还是买 house 好？首先呢，要告诉大家一个明确的谬论，这个谬论就是长期 house 涨价快、涨价多，而 condo 的增值潜力是非常有限的。我不知道持有这种想法的朋友是不是被带偏了，不过我猜有一批持有这种想法的经纪人，大概率是因为卖一套 house 的钱可以顶卖3到4套 condo 的钱，毕竟 money talks。这边给大家分享一张图啊，这个图总结了90年代到21年中期整个 GTA 范围内 house 和 condo 价格的表现。house 和 condo 的长期表现按百分比算是非常接近的， house 一直是 condo 价格的2倍左右。我们可以在这边看到08年、17年和21年 house 是有更大的 volatility 的，也就是上下变动的幅度比较大，但是这种 volatility 并没有让 house 的增幅长期跑赢 condo。我们无论是从图的开始还是从图的末尾看， house 还是基本上维持在 condo 价格的2倍这么一个幅度。学过基础的金融学，我们会知道更大的 volatility 并不是优点， volatility 代表着更大的风险，长期平均收益率更高才是优点。即使我们忽略 house 整体风险更大、volatility 更大这个缺点， house 的长期收益率也没有明显跑赢 condo。 如果刚才那个图呢不够明显，我们在这边再来看一组更精确的对比，是 TREB 的 Market Watch 的数据。最新的数字2023年7月 house 的均价是 142.7 万， condo 是 73.5 万。那过山车之前21年初的价格是多少呢？ house 是136万， condo 是 60.1 万。假如你在21年初买房子持有到现在， house 涨价了 4.9%， condo 涨价了 21.5%。所以之前我的频道也讲到过，我猜测22年是 condo 之年，22年 condo 确实非常明显的跑赢了 house 的价格。
再往前倒一段时间，2016年初，那个时候 house 的价格是84.9万，condo 是38.6万。假如你16年买房子持有到现在， house 涨价了68%，而 condo 涨价了90.4%， house 依然没有跑赢 condo。 我们再往前找一个时间相对对 house 比较有利的点，10年前2013年7月 house 的价格是64.4万，condo 的价格是33.9万。假如你10年前买房子持有到今天， house 涨了121.6%， condo 涨价110.8%， house 终于的涨价的幅度在一定的时间里比例比 condo 多了，但是也没有多那么多，两者依然是非常接近的。13到16年持有 house 涨的是更多一些的，16年到23年持有 condo 涨的是更多一些的，10年平均下来两者基本打平。我给大家看这两组数据对比的目的不是反过来告诉大家 condo 涨价比 house 多，事实上它俩是相差无几的，属于半斤八两，30年河东30年河西的状态。大家不要迷信 condo 涨价多或者 house 涨价多这样的偏见言论，其实长期价格涨的是差不多的。但是可以确定的是，经济帮你买 house 自己赚到的钱明显高于帮你买 condo 赚到的钱，因为总金额更大。所以为什么很多经济告诉你 house 增值多，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显而易见的。那么我们究竟应该买什么呢？我的答案是，虽然中短期 house 可能涨价幅度确实会超过 condo， 但是投资我依然会以买 condo 为主。先来解释前半句，从价格的角度，我觉得接下来的中短期价格确实应该是 house 的涨价幅度超过 condo。 我总结的规律是，一般来说均价 condo 长期差不多跑在 house 的 50% 左右，也可能比这个数字再稍微再低一点，可能47、48、49这么一个幅度。如果 condo 的价格低于 house 的 50%， 一般来说接下来的中短期 condo 价格就会跑赢 house。 如果 condo 的价格超过 house 的价格 50%， 比如现在的 73.5 除以 142.7 等于 51.5%， 那么一般接下来中短期 house 的价格就更大的概率会跑赢 condo。 再来说说后半句啊，为什么 house 涨的价格更多，我依然推荐买 condo 来投资呢？我买房的逻辑是什么？或者说我人生的逻辑是什么？答案是勿以懒小而不偷，勿以利小而不抠。 house 由于它的非新房属性和极其拉胯的现金流，使得买 house 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投资选项。先来说说新房和旧房的问题。结合我上期讲了啥，我个人是绝对不会买旧房的。这边也复习一下上期内容，旧房指的是2018年11月14日及之前有人首次入住过的房子，这些房子是有租金管制的，同样的租客每12个月只能涨 1% 到2% 的房租。新房指的是2018年11月15日之后首次入住的房子，每12个月可以无限涨租一次。新房不等于楼花，新房等于楼花加新的现房。18年安省保守党政府调整了租金管制的规则，之前是所有的房子都有租金管制，之后新房就没有租金管制了。所以在这个政策出了之后，18到19年我顶着非常高的 capital gain 把我的旧房全卖了，成批的换成了新房。新房和旧房看起来没啥区别，但是本质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它们的差别就好比摩托车和自行车，因为新房旧房的差异，新房基本遇不到租霸，而旧房遇到租霸的比例会随着新房在市场中占的比例升高而不断升高。这个时候 house 和 condo 的巨大差别就显现出来了。新房 house 的溢价是非常恐怖的，有的时候能到同样房子的旧房的2倍。我们能见到的新房 house 基本上都在250万以上，租售比完全没法看，每个月负现金流可能是-5000到-8000。低于250万的 house 新房通常在比较偏远的区域，这些区域往往更适合自住，并不适合买了出租，也不太好租掉。上面提到的特别贵的新房 house 也是我说的裸泳房重灾区，退潮了才知道谁在裸泳的房子。我有出过一期视频，总结了哪些房子是裸泳房，市场行情不好的时候会暴跌，现金流也不好，所以拿不住跌得快，是我频道的 vlog 53，欢迎大家有时间看一下。condo 的新房和旧房它们的价差是非常不明显的，
起码在市场里，不是所有人都深刻的体会到新房和旧房的巨大差别前，他们没有那么大的价差。所以这个时候买新的 condo 是非常合理的投资路径，没有花太大的溢价就拿到了同类产品中没有租金管制的房子，很赚。有了新房屏蔽租金管制的核武器保护，房东遇到租霸的概率会暴跌，同时可以用更小的成本轰走不良租客。再来说说租售比的问题，condo 的租售比也是大幅度跑赢 house 的。我找了2组参照物分享给大家做个参考。第一个房子买卖的 case 是 house 在我们熟悉的华人区 South Unionville， 我没有找到完全一样的房子，这2个房子是在一条街上的，大小新旧非常接近。买卖是7月份成交的，地下室也是 unfinished 的，卖了184万。那么类似的房子能租多少钱呢？我找了隔壁非常接近的一套房，租了3600，面积、地皮大小、unfinished basement 都是类似的情况。根据安省的规则，剪草除雪是房东的责任，同时我们还应该每个月留下一些准备金给换屋顶、热水器、空调，所以我们不能认为 house 是没有管理费的。我们可以在这套房里把 house 的管理费近似的看成是1个月300，这个是往少里算的。地税是550一个月，保险150一个月，日常维修150一个月。这样3600减掉这些费用之后，有效租金就来到了2450。同时，我们按65%贷款、6.5%的利息来计算，每个月月供要7517块钱。这个租售比拿来投资真的是非常难看的，负现金流差不多是负5000多。在利息巨额下降前，你要每个月从兜里掏出5000多块钱来供着你买的这尊佛。顺便提一句，刚才看到的这套房子是旧房，涨租也涨不了多少钱，所以你供这尊佛的成本将会是长期的，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同样的，我也找了一个downtown的新的 condo 来做个参照。这套房子呢是6月份卖的，卖了57.5万。同一套房子交接之后，反手在市场上出租，租了2650块钱。这个呢都是真实的数据。我们再来算一下成本，这个房子管理费350，地税190，保险30，维修50，大约有效租金是2030。那贷款要交多少呢？我们也按30年贷款65%，利息6.5来算。那么月供是2341块钱，持有这套房子的有效成本只有311块钱一个月。无论是涨一波租金还是降一波利息，现金流就立刻可以打平了。是不是持有这样一个物业，现金流就合理的多了呢？所以除了更容易遇到租霸的问题之外，非常惨不忍睹的现金流也让我们对买 house 投资望而却步。现行的规则和市场环境下，买 house 只有一种情况是比较合理的，那就是买 house 作为自住房。现在的整体房价距离顶点确实是跌了一波的。这边呢，我放了 house 过去2年的表现和 condo 过去2年的表现。condo 跟2年前比是涨了一些的，而 house 基本上回到了2年前的价格。虽然现在的房价距离顶点确实是跌了，但是呢，对于小换大和 condo 换 house 的买家来说，自己的房子其实是涨价了的。这个打引号的涨价指的是相对涨价。house 和 condo 的价格表现，即使没有我们说的 condo 涨得比 house 多一些，假设它们的变化百分比是相同的，那么70万的 condo 跌10%，也比150万的 house 跌10%，跌的幅度要少得多。所以我们和 Dream Home 的距离其实是比21年更接近了一些的。另外，现在的市场是比较萎靡的，整体是买方市场，大家可以更容易的买到比较满意的 house。出于这个目的，现在在买方市场上可以挑挑拣拣，显然会好过在市场再次进入疯狂的时候抢 offer， 下10个 offer 依然买不到房子的。所以如果大家能买房子，自住房一步到位，住5到10年及以上不搬家，这个时候买一个比较大的房子 house 来自住是非常理想。自住房经常换房其实是很贵的，你老买老卖，一次至少7%到8%的费用就没了，钱呢就被政府和我这样的人赚走了。好，我们来总结一下买 house 还是买 condo 的话题。house 和 condo 的长期增值是类似的，不要迷信哪种物业类型长期跑赢市场，这是不存在的。第二点，中短期我个人猜测 house 更大概率增值会跑赢 condo。第三点，虽然中短期 house 增值可能跑赢 condo， 我依然推荐买 condo 作为主要的投资标的，而不是 house。第四点，
condo 新旧房价它是差别不大的，可以较低成本的买到便宜的新房，享受无租金管制的投资便利，从而减小遇到租霸的概率。也因为更容易管理，所以可以以较低的人力成本买多套房，形成一个投资组合，形成规模化。第5点，condo 的现金流是非常明显的跑赢了 house 的。house 现阶段买来投资是不太容易拿得住的。第6点，应该买 house 的情况主要是自住房，因为新房旧房无所谓，不影响住，可以长期不搬家就是巨大的胜利。现阶段买 house 自住可以挑挑拣拣，好过等到市场火热的时候抢不到便宜的好房子。我一直希望大家所有人把房地产投资做成被动投资，希望我的客户可以越来越懒，尽可能的降低每套房的管理上的工作量，因为只有这样你才能成批量的持有房地产资产，而不是买了一套投资房就跟租客耗掉了所有的精力，没办法继续买了。所以我个人是非常反对只强调旧 house 收益率高，不强调持有旧 house 有多么难的逻辑的。这个逻辑基本上就是买卖的佣金给我赚，持有的困难我不管，除非帮你买旧 house 的投资的经纪人愿意长期帮你管理房子，并且遇到租霸会帮你上庭，不计人力成本跟租霸刚到底。这种经纪人根据我有限的人脉关系表示没见过，不存在。我遇到的更多情况是前一个经纪人招来了一个租霸，然后把房东拉黑了，房东没办法来找到我帮忙，帮他解救之前练废的账号，把租霸轰走。我也帮多个房东轰走了之前历史遗留下来的租霸。当你持有很多套房的时候，你会发现偶尔的跟租客打个电话其实都是很累的事，所以必须在不降低管理标准和质量的情况下，把物业管理的每一步尽量简化到不能再简，勿以懒小而不偷。买旧房创造出来的额外工作量、压力，碰到租霸的恶心程度，我觉得是不能抵消所产生的所谓的额外收益的。况且 house 的增值真的不能长久的跑赢 condo， 只不过是30年河东30年河西罢了。这种所谓的额外收益长期来看并不存在。如果你觉得买旧 house 我自己能管得了，没问题，我能对付得了租客甚至租霸，买5个 house 管起来也不在话下，我甚至可以全职来做物业管理。如果你的情况真的是这样，那么我相信你已经打败了至少 90% 的房地产经纪人了。你是职业地产投资人，可以以投资房产和管理物业为职业。这种情况你当然可以买旧 house 投资并管理出租，不过这种情况已经脱离了普通投资人的程度。我觉得你应该顺手考个经纪牌照。现行体系下管理旧房的难度远大于当一个经纪人的难度，你做了绝大部分经纪人做不了不擅长的事情，再让经纪赚经纪费似乎有些浪费。现实中大部分投资人不应该也不是这样的，大家不要去做职业地产投资人，你可能做金融做 IT， 你的本质好过当职业地产投资人的收益。大家要努力做专业地产投资人。职业地产投资人是什么事都自己做，自己做的像职业的人一样。专业地产投资人就是把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做，自己想办法躺平的投资方式。投资和赚钱是为了更好的生活，不是给自己找麻烦的。大家要努力把时间留给自己的主营业务，陪伴家人以及享受人生。好，第2个话题来跟大家聊聊，到底现在应该买楼花还是买现房。这里要先说明啊，房花就是 house 的楼花，在我看来是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投资产品，这是由于它的规则决定的，所以我个人是不会买房花投资的，即使是大开发商的我也不买。具体为什么呢？可以参见我视频频道的 vlog 96，讲了 Stateview 破产的视频，具体的讲到了房花现行规则对买家有多么不利。简单的讲，楼花的定金是在第三方律师手里的，开发商交房前不能动。从制度根源上讲，楼花的定金是很安全的，而房花的定金是直接给到开发商手里的，开发商想干啥就干啥，想do what，可以租办公室、付人员工资、买新的项目。Stateview 破产前就把多个项目的客户定金都给花了，造成很多人血本无归。所以我个人从来不买房花，也不推荐大家买房花。楼花是可以买的。我们来比较一下买楼花和 condo 现房在现在的环境下哪个更好。在我看来，现阶段买楼花投资是远远好于买 condo 现房的选择。最重要的优点是现阶段的高利率实在是太难扛了，
如果让开发商替我们扛利息最高的未来的2到3年，那么我们的现金流压力就会小得多，同时不丧失随时利息开始反转之后一大波房价的涨幅。虽然我觉得楼花是现阶段明显好于康斗现房的投资，但是一定要看到但是后面的话，有3个问题是一定要注意的。第一点，楼花一定要买大开发商的项目。第二点，楼花不要买太多。第三点，楼花市场现在垃圾非常的多，睁大眼睛仔细挑选。买楼花是比买现房好的，但是买垃圾楼花不是。先说一下第一个问题，楼花一定要买大开发商的项目。开发商每个项目都是由项目公司持有和运作的，所以他们的资产是可以 ring-fence 的。这边给大家画个图解释一下，比如说揣调要开发个项目，项目的地皮是不会放在揣调总公司的，它会在下面再开分公司，比如说 A， 对，比如说 B， 比如说 C。揣调买了块地，不会用自己的总公司持有，用下面的分公司持有，比如说用 A 持有。那么他卖楼花的时候，跟你签合同的也不是揣调的总公司，而是这家公司 A。总公司是不粘锅，留下 equity， 每个项目赚钱了，这些钱就会被打回到总公司。如果这个项目没赚钱， liability 全是这家公司 A 的，我们是找不到总公司麻烦的。所以破产也是 A 项目公司破产，不是揣调总公司破产。当项目公司破产的时候，我们基本上是没有办法追偿到他们的总公司的。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开发商如果亏了钱，就应该宣布项目公司破产是他的最佳选择呢？答案是是也不是。纯算纸面价值，显然是赔到一定的程度就应该宣布项目公司破产，这样开发商最赚，亏的钱最少。但是宣布项目公司破产是有代价的，自己上面的开发商的 branding 就烂掉了。不要相信开发商是善良的，要相信开发商在乎自己永远的利益。开发商的 branding 如果值5个亿加币的时候，他们有项目亏了3000万，也会出于长期利益的考量，咬着牙把这个项目修完，不让这个项目破产。像 Tradell、Daniels、Great Golf 这个级别的开发商就是这样的，他们的 branding 至少值几个亿，拿来糟蹋是不够本的。对于小开发商，如果他们的 branding 只值500万，甚至1分钱也不值，卖楼花需要靠打特别多的广告，甚至给经纪人8%到10%的佣金来获客。这样的开发商，无论是因为楼花卖便宜了，过2天楼花价格涨上去，觉得自己卖少了，他们会重新取消掉这个项目，重新开卖，还是因为卖完了之后建房成本上升，自己原来的预算盖不下去了，会亏钱，这个时候决定取消。对小开发商来说都是分分钟的事儿。甚至开发商的母公司都可以倒闭，换个牌子再继续做。我们买楼花的目的是让开发商帮我们扛未来2到3年的高利息，不是让开发商扛不住了破产的。过去的几年里，我们看到了很多楼花项目黄了的事件。楼花项目破产不是因为楼花这个产品有问题，加拿大的楼花制度跟大陆比实在是合理太多了，大陆的楼花预售制度实在是过于的不讲理。实际上错的投资决策不是买了楼花，而是买了不靠谱的小开发商的楼花。当楼花破产之后，我们就损失了持有期间相对应的增值。开发商硬不硬？我的标准是 Livable， 也就是这个网站上有超过30个项目。如果这个开发商没有康斗项目，那要超过40个项目。我们如果打个不太恰当的比喻，把买楼花当成从银行存钱，银行如果都承诺给6%的高利息，也不意味着存哪个银行是一样的。如果你买一个超大开发商的楼花项目，30个项目以上的，可以理解为把钱存在了 RBC， 它基本上是没有破产风险的。如果你买了一个中型开发商的楼花，也就是16到30个项目之间的，我们可以理解为把钱存在了前2天倒闭的 Silicon Valley Bank 里。这种开发商能正常运作的时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因为他们浪加钱少，还是有可能会把自己玩没了的。破产的 Stateview 和之前破产的 Crestford 都属于这个级别。Crestford 很多项目在 Livable 上被清走了，所以它现在显示的项目是不到16个，破产前是有超过16个项目。如果你买了一个小开发商的楼花项目，也就是15个项目以内的开发商，大家可以理解为把钱存在了天地银行。存款是很容易的，速度也很快，随时随地可以存，主要看火大不大，就是这个钱不太好取。
买这种开发商的项目并且黄了的买家，其实并不值得同情。投资要愿赌服输，如果你没有正确评估投资的风险，就容易被拿着超高佣金的经纪人给带到沟里去。很多时候，这种项目称之为开发商和经纪人联合起来的诈骗也不为过，而且很难在法理上告赢他们。这个类别的开发商跑路的太多了，我就不一一举例了。所以投资楼花一定要买规模 Norman Approved 开发商的项目。标准告诉大家了 ，Livable 上有30家项目，没有 Condo 项目的40家。大家买楼花前可以自我检查一下。第二个问题，楼花不要买多了。一般来说，我不推荐每个人同时持有超过2个没交接的楼花，而且每个楼花都应该在买的时候做好贷款，不要裸奔，把问题留给未来。一般来说，经纪人给你做贷款，其实一点收益都没有，因为折腾了自己，增加了工作量，没有额外的报酬。但是我坚持帮我的客户，一定要尽量在买楼花的时候就把贷款做下来，来规避这个未来的风险。除此之外，早做贷款有的时候还有意外的惊喜。我很多今年交房的客户拿到了 N 年前做的贷款，交着 2.5% 到3出头的利息，开心坏了。大部分经纪人在现实操作中就是帮你做个假的贷款信，这样其实是很不负责任的。开发商很多时候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法理上讲，如果你的楼花涨了很多，开发商可以过来说你提供的贷款信是假的，然后宣布你的买房合同无效，没收你的定金，把房子拿回去，每尺加几百块钱重新卖。如果你的楼花没涨，甚至跌了破发了，开发商就当做不知道你的贷款信是假的，继续执行合同。今年为什么那么多人拿出来卖 assignment 呢？是因为今年的房子贷不到款，交接不了。为什么贷不到呢？因为 N 年前买的时候就没想这个事情，没做贷款，偷懒。楼花的贷款风险是除了开发商大小以外的主要风险。我推荐大家买楼花同一时间不要持有超过2个未交接的单位，尽量保证有足够的现金交接，或者买了之后尽快办贷款。第三个问题，楼花市场垃圾很多，要睁大眼睛仔细挑选。如果往年楼花有 95% 是垃圾， 5% 是好的项目，今年可能这个比例上升到了 98%。我让大家去买楼花，可不是让你买那 98% 的垃圾，我是让你买剩下的 2% 的好的项目。这 2% 最好可以满足性价比高、开发商硬、首付比例低3个要求。我可以直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我心目中的第1名是 Danielson Parliament。 开发商硬这个标准前面提到了，是 Livable 上有30家项目， Daniels 有70个项目，基本上是 Livable 上你能找到的最大的开发商了。Danielson Parliament 首付只需要 10%， 基本上是市场最低了，一般楼花需要 15%到20% 的首付，同样的房价涨幅，收益率可以翻倍。性价比方面， Danielson Parliament 大约的尺均价是1300一尺，这个价格好不好呢？我来给大家找几个参照物做一下比较。好，这边我做了个图供大家参考，是 Downtown 现在开盘的楼花和他们的平均售价。大家可以看到，除了 Danielson Parliament， 多伦多 Downtown 基本没有1500一尺的楼盘了。我这边呢专门找了4个项目跟大家做一下具体的比较，分别是 Electra、 55C、Forma 和 Quinchurch。具体呢，我们来看看这4个项目的价格。Electra 是 Mancase 的项目，可以看到 Studio 的价格是68到69万，两室呢是100万起。下一个 55C Studio 呢是80万起，两室是140万起。再下一个 Forma 也是 Studio 80多万起，两室最便宜的也要160万起。我觉得这个价格又 crazy 又 stupid， 真不知道谁在买这样的裸泳房。最后是 Quinchurch Studio 最便宜的是70万，两室差不多也到100万了。上面这4个项目，他们的 Studio 普遍卖在70到80万这个区间，两室普遍卖在100万及以上。我觉得这样的价格是割韭菜的价格。再来给大家看看 Danielson Parliament 是什么价格。 Studio 是40多万起，你在整个 GTA 都不太能找到任何50万以内的楼花项目，更不用说 Downtown。 两室80万出头，目前有个特别优惠是送车位和 locker， 我觉得它的价值差不多是7万5， 9月4号截止。如果车位和 locker 按 7.5 万折到价格里，那么两室的尺均价就会来到惊人的1195块钱一尺，基本和现房相差无几了。未来几年高利息呢让开发商扛着，等于可以额外再省一笔钱。我有一期视频 Vlog 71讲到了多伦多 Downtown Condo 的修建成本，大约是1400到1500一尺。
也就是开发商要卖到1600以上才有利可图。Danielson Parliament 是downtown基本上最后一块卖的价格低于成本价的项目。好，这边这个图是 Tridel 官网的图，是 Regent Park Phase 4、Phase 5 P 了的一个效果图。这些彩色的位置就是 Tridel 马上要开建了，而在它的隔壁这个红框里就是 Danielson Parliament。我猜隔壁这些房子要卖到1600以上一尺才有一个合理的利润。这个图呢，在 Tridel 的官网上是可以看到的，网址在下面。Danielson Parliament 这个项目非常神奇，我卖掉了多套给不同开发商的员工，包括 Tridel 的员工。你猜猜他们为什么不去明年买自家隔壁的项目呢？毕竟马上就开建了，只能说因为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再来回答几个相关问题。Danielson Parliament 在 Regent Park 是不是这个社区不安全？ Regent Park 目前是downtown最安全的社区之一，如果不是最安全的第1名的社区。这个不是我说的，是第三方数据。我有2个数据来源，第一个是 Blockto 对每个社区的评价，我们把 Safety 以外的项目全关掉，只看 Safety， 我们可以看到 Regent Park 是第33名，而 downtown 其他的区域这边有139的、133的、136的、137的，基本上是整个多伦多的垫底的排名了，因为多伦多只有140个社区。第2个数据是多伦多警察局的官方犯罪率地图，大家可以来到多伦多警察局的官网，自己也能看到。我们先来到官网的 Data Portal， 点击这个 Neighborhood Crime， 点进去之后呢，我们把所有的犯罪类型全选上，会发现多大旁边的第1名，这个是颜色最浅的，这个呢在前面的图里面实际上把下面2个区也包进去算了，所以还是排100多名。但是多伦多警察局的这个网站，它把这个块分的比较细，也可能是因为挨着多大警察比较多吧，分细了之后这块是第1名，而 Regent Park 是第2名。剩下的深红色的区域可能已经不分先后了，都是治安比较差的区域。这个区是不是安全这个问题，我呢也不想跟键盘侠争论，是不是安全也不是我说的，我引用了2个比较权威的数据。Regent Park 这个区现在是今非昔比的，确实安全属性是领跑downtown的。我自己在这个社区是有3套投资房的，已经用脚先投票了。多伦多警察局的犯罪率的地图的链接我也放在这边了，也欢迎大家自己去官网上验证一下我引用的数据的真实性。下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个楼盘这么便宜呢？它能比其他的类似的楼盘便宜300-500块钱一尺？答案是因为这个土地是政府半赠送的。2005年以前 Regent Park 是一个非常破的区，全是政府的地皮和地皮上盖的廉租房。Daniels 这个开发商从2008年开始整体翻新了这个社区，建了医院、足球场、学校、篮球场、冰球场、社区活动中心，还有这边的 Olympic size 游泳池、医院、公园。这个社区的面貌可以说是焕然一新的。戴着旧时代的有色眼镜的朋友们一定要再去看一看这个社区今天的样子。给多伦多市政府建了这么多设施，那市政府也得意思一下，就给了 Daniels 一些地皮，可以算是送的，也可以算是半赠送的。Daniels 可以在这些地皮上建自己的项目来卖，实现盈利。Danielson Parliament 就是左上角的这块地皮，是最后一块半赠送的地皮了。旁边的 Tridel 就是这里写的 Future Developments， 就是刚才图里看到的 Tridel 未来几年中会修建的新的社区。所以我猜这批按市场价格购买的地皮 Tridel 怎么样也得卖到1600这样的价格才能回本并且有利润。下一个问题 Norman， 你觉得 Danielson Parliament 的预期收益率如何？这个问题呢，我就不给大家一个具体的数字了，我也不是大仙，不过我想给大家一些我的思考。还是拿上面提到过的几个项目的 Studio 为例，他们是类似的时间开卖的。假设3年后 Studio 的市场价涨到了80万，那么4个参照物非常幸运，他们的买家可以保本了。而 Danielson Parliament 的 Studio 大约可以增值 500%。 是的，你没有听错，因为只要 10% 的首付嘛。如果市场只涨到了60万，那么4个参照物的买家首付会赔光，而 Danielson Parliament 买家依然可以实现增值 100%。 有人会说，你这样预测3年后靠谱吗？那我再来举2个过去开建最近建好的房子的例子。2018年前后也有这样2个楼盘， Menkes 的 Sugar Wolf 和 Tridel 的 Via Bloor。 首先要说明这2个开发商都是我尊敬的 Norman Approved 的大开发商，但是这2个的项目的收益率是完全不一样的。现在 Sugar Wolf 和 Via Bloor 都差不多来到了交房的时间点建好。 Sugar Wolf 这个位置其实是很不错的，靠湖通 path。 我找到了最开始卖的最便宜的一波房子的价格
400多尺卖53万，差不多1150万。后期Sugar Wolf 是迅速加价了的，加到了1400左右一尺。那这个项目现在卖多少钱呢？由于还没有完全交房啊，在 MLS 上大家并不能看到特别多的有效交易。不过有很多 assignment 是拿出来卖了的，我还没有见到过挣到钱了的，基本上都是在割肉。有些大户型真的是亏了20万加在含泪转。我的微信上有一堆这种案例，我就不拿出来给大家看了，不太好，当众处刑。大家自己搜搜，相信也能看到很多经纪人在转。Via Blog 是怎么样的呢？首先，这个社区比 Sugar Wolf 肯定是要差的，属于downtown廉租房最密集的地方。你看这个地方，这个楼是 Via Blog， 它背后的这一片全是廉租房和破 apartment。那 Via Blog 现在能卖多少钱呢？真正的二级市场交易数量不多，不过两室呢也卖到了差不多1000块钱一尺。这个800多尺的房子卖了86万。我相信小户型应该是会超过1000块钱一尺的。那么这些买家买的时候花了多少钱呢？我发个图，我相信你会笑出来。最早的一批人买在了30多万，这都不用我告诉你他们挣了多少了。N 年前买的时候，他们也是比 Sugar Wolf 最便宜的一批人，每尺便宜了几百块。现在基本上开盘买的人少的本金已经翻倍了，多的本金翻了2倍。这两个项目的比较就非常像 Daniels on Parliament 和我选的4个参照物做的比较。Daniels on Parliament 也是比周围几个参照物明显的便宜了几百刀一尺。我相信几年后交房 Daniels on Parliament 从收益率上讲很有可能会成为下一个 Via Blog。有需要的朋友也欢迎联系我。好，最后给今天的内容做个总结。我觉得在现在的相对来说不太 active 的以及高利息的市场环境下，我的整体推荐是这样的：投资买 house 不如买 condo， 买 condo 不如买楼花。楼花的第一名是 Daniels on Parliament， 不要买旧房投资。自住呢，小换大和自住房可以买 house， 现在是好时机，因为可以挑挑拣拣。自住房是可以买旧房和 house 的。以上的所有逻辑都是以自己的可负担性可以支持为原则，不要把自己的杠杆撑爆，大家要量力而行。只有优质的物业，并且坚持到利息下降。如果真的扛不住了，需要割肉，那么早卖是好过晚卖的。